大家好，这里是元某人。前几天呢，拳头上线了今年赛季的第2幕版本，有了不小的改动，对赛场的生态也有不小的影响。我也好久没和大伙聊版本情况了，加上前几天镖局打京东的比赛非常精彩，作为 LPL 目前排名头部的2队，在新版本他俩都展现了非常棒的竞技状态与非常新的版本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个2合1，先和大伙聊一聊版本理解的变迁，再复盘一下京东和镖局中我认为非常精彩的博弈。开始前呢，我还是先多说2句啊。首先，为什么我现在几乎不做小版本改动时的版本解读了？因为随着全局 BP 赛制的深入，当下的赛场生态已经不怎么会被某个英雄去影响了。毕竟在 OP 也只能拿1局嘛。当下的版本调整，不管是调英雄数值的强度，还是修改基石的天赋，亦或是说抬新的装备，当然不是说这些部分不重要，只是对于大部分观众，尤其是已经不怎么玩峡谷的朋友来说，这些改变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每个版本都有差距，但了解这些对大伙的观赛体验提升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抓的是属于游戏的底层逻辑调整，像以前考试做题里的那种题干一样，这属于是必要信息。而今年由于新增了任务系统，赛场的节奏已经不需要设计师去旁敲侧击的调整了，而是我直接下场干预，那我们就直接看任务系统调整就够了。从任务系统对生态的影响，我们就能抓到当下的底层逻辑，就能明白队伍之间是怎么围绕着这个框架去进行博弈的。了解了底层逻辑，也会明白为什么有些队伍会越打越挣扎，而有些队伍莫名其妙就顺起来了。第二呢，是考虑到不少朋友其实对于当下赛事进程跟的并不是很紧，所以我们这一期盘版本，我们依旧会从最初的演变开始聊起。大伙就别嫌我啰嗦啊，因为确实很多观众年纪到这儿了，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对版本有一定的理解，那我建议你可以完全跳过前面关于版本迭代的论述部分，直接到后面的复盘。那么各个队伍是怎么开发版本的呢？比赛的核心一直都是我如何创造优势这个点来迭代的，而将优势去终结到比赛的这一步，它是基于选手的肌肉、队伍的默契这些不可控因素的。所以如何稳定的出优势，就是各个队伍在版本理解研究的核心。没有任何队伍上来就说啊，我准备劣势开局。这个优势劣势呢，大伙也不用粗暴的对等于经济优势啊，而是一种节奏上的领先。我一个后期阵容前期无事发生，甚至经济小劣，其实也算是一种优势，大伙就领会精神。今年呢，为了不让队伍一直用换线去逃避对位，设计师呢搞了任务系统，用任务的进度点数强迫大家待在线上去对抗。过去我们对于节奏的判断一般就看经验和经济，但现在呢，在游戏的前期多了一个任务点数的积累，所以当下对于各个队伍来说，底层逻辑的战术框架就是围绕着谁先完成任务系统去滚雪球而设计的。那么第一赛段各个队伍的答案是怎么样演变的呢？我们是很明确的能从任务系统上知道，它增加了2条边线的 carry 能力，下路更有钱，上路更有等级，但围绕着哪边打更好，更容易赢，不知道。所以每个队伍呢是基于自己的队伍习惯去开发不同的方向。比如 T1 早期就是不断的开发围绕着下路大河的打法，配置什么卡莎、厄斐琉斯、泽利都是经常玩的，这算是初期阶段的探索方向。但到了第一赛段的末期，大伙突然发现啊，围绕大河去搭，发育周期还是太久。既然任务系统限制了辅助游走，那我干脆卷软辅。虽然软辅在击杀效率上比不了硬辅，但搭配战坦上也会在中期非常有统治力。而且下路开始卷线权、卷软辅，能极大的放大 ADC 选手在对线端的优势。所以第一赛段还没有练出软辅的韩华，就很快的被抬走了。而下路能 C 的 Diablo 和软辅大王克林所在的 BFX 成为了 LCK 第一赛段的最大黑马。下路有线，并且快速的控龙，能够让游戏的节奏拉得很快。这套 1.0 答案的底层逻辑是下路的点数获取，除了塔皮外，还有史诗级野怪和人头，尤其史诗级野怪给的还不少呢，有30点，30点大约就等于下路吃了1波半的兵，或者说1层多的塔皮。所以围绕下路线权去控龙，哪怕没有人头爆发，但只要吃到龙和塔皮，就能天然的获得非常多的任务领先。要是还能吃到人头，优势就更大了。正常下路对刷的话，基本都能保证下路双人组能够先做完任务，加上吃龙时间早，游戏中期下路优势的队伍能够更快的带队吃资源滚雪球。这个可以称为版本 1.0 的答案，核心逻辑就是第一条龙加线权塔皮带来的任务点数。这个阶段围绕着守龙的博弈会非常早，往往在5分钟刚刷龙就要动它了。而在这个基础上，奸几多给了一个细节上的优化，他们在第一赛段的决赛上用了一个打野抢回和慢落位，但是领先惩戒的刷野思路，他给了一个更不吃操作和团战、低风险控小龙的这么一个套路，可以适当的规避对手选强打线，然后下路速龙的这么一个强势期，算是在 1.0 答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补丁，我们称为1.1版本。
而 LPL 这边对于底层逻辑的理解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大伙在先锋赛前也都是1.1，只是因为全局 BP 啊，你不能一直用同一套东西，所以 BO5 一旦进入到长盘，就打到 Game 4开始，你想再打这套答案，你都没有英雄去执行了，所以在先锋赛的对抗上 ，BLG 他们打 BFX 就没有那么顺畅，但我们又能感觉到呢 ，BLG 他是能够掌握局势的，原因就是大伙都在打同一套理解的时候，强弱除了看执行，也看 BB 策略和英雄池。那丹尼算是选了一个比较硬碰硬的逻辑，所以就会有一些意外。而这套1.1理解在先锋赛上也遭到了破解。这套答案的底层逻辑在于下路线权加打野控图，在大伙跟上 Canyon 的理解后，很快 G2 给了一个更激进的应对策略，叫做野区压制。就歼几迭代出的理解是为了低风险控龙，把自己善于发育和运营的优点发挥出来。但这套有个致命缺点，就是下路不能出问题，打野也不能出问题。而 G2 直接暴力破解，既然辅助不好游走，那么我用打野本身的强势去强行破坏对手的发育节奏，那不就能延缓你控龙的速度吗？而一旦控龙效率降低，打野有优势的情况下，不停的压制你的软辅，就能很快的把1.1这套中期发力的逻辑给破坏掉。软辅一旦劣势，也会陷入到要眼没眼，要游走没游走的尴尬。毕竟软辅他怕被抓啊，所以在1.1理解下的歼几和 BFX 完全没法处理 1.1A 这个逻辑。不管下路是来硬的，还是继续搞软的都不行。也难怪三叔在赛后说，他们根本找不到还手的空间，因为他们面对的是 G2 为了应对1.1答案特意做的 1.1A。1.1答案是软辅下路对红抢线权，用速龙的办法去提速，而 1.1A 就是不让你提速。当打野主动的限制对方打野的发育节奏，去变相限制下路的提速后，比赛就一定开始偏向于中后期的发挥。决赛上 BLG 和 G2 的前2局都是前10分钟都没有龙的慢速局，而第3把软辅对摸头发的情况下，第1条龙的时间也被延后了1个回合，到了接近8分钟这样。只有第4局勋开局很大优势，才在6分钟前把龙给控了。当整个游戏节奏变缓后，上路就有了更多的发力空间。这也是为什么 BLG 能够拿下 G2， 而到了第2赛段，所有队伍都学会了 1.1A 这么一个反制，这意味着 1.1 这套就很难去展开了嘛。加上 BLG 的夺冠，此时很多队伍开始放弃对下路的投入，就进入到了 1.2 的阶段，上路内卷时期。下路我们对着扯头发可以，但滚雪球的速度已经没有之前快了呀，因为对手都有防备嘛。所以 BFX 回到 LCK， 当对手也开始采用软辅，他们立马就抿了。下路很难打出突破的同时，他们的上单 Clear 又是一个以战坦为核心英雄池的选手，那自然就没有竞争力了。这个阶段上路能有长手英雄池，能够选 C， 能够压制对位的选手，或者说面对压制而不会落后的选手开始发力。1.2 的答案不是下路对抗环境的改变，而是当下路无法顺利获得优势后，转而让上路来承担滚雪球的任务，而长手压制就是此时滚雪球最有性价比的选择。1.2 答案的底层逻辑是，上路的任务点数需求更少，中路和下路完成都需要1350点，而上路只需要1200点。当然 ADC 补到刀后的点数它会多一点，而中路也多了一个伤害来源。但假如上路能够压制补刀，又吃你的塔皮，那速度是可以更快的。塔皮一层就是40点啊，你能多拿几层的话，速度非常可观。而上路一旦形成了优势，等级开始起飞，他就能一直压制着对手打，而打野因为等级跟不上，也没法再帮忙了。这就是 1.2 答案的底层逻辑。我们可以看看韩华的数据，作为当下 LCK 的大王，他们从第1赛段的拉胯第10到现在的第1，除了 Delight 开始玩软辅外，更多的也是因为他们对 1.2 答案的理解最为到位。他们虽然在第2赛段小龙控制率在 LCK 是第2，但他们场均小龙数却仅有 2.25 条，排在第5。这说明韩华有意识的在龙方面降速，争取给单人线吃更多的经济和发挥。这点体现在韩华的场均潮虫击杀上，有 2.1 次是全 LCK 第1，和 KT 一起断档的领先其他队伍。KT 现在的战绩也还可以，这也是很得益于上路 Perfect 的长手英雄池很贴合 1.2 的版本答案。但韩华比 KT 更厉害的点在于雪球效率，他们的一塔率有 78%， 断档的高于第2名的 T1。同时韩华的15分钟场均推塔来到了 0.4， 依旧是断档的领先第2名。并且在15分钟的峡谷先锋控制率上，韩华依旧是遥遥领先的。相比 KT 虽然也会打一些上半区，但本质是佯攻，他们的峡谷先锋控制率非常低。原因就是韩华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将边线的优势转化为团战优势了。
而 KT 更倾向于继续单人压制和发育。所以韩华目前除了战绩恐怖外，他们的15分钟场局经济领先也来到了夸张的1600块，也是断档领先第2名的 T1。这个数据即便放在爱打架的 LPL 都是非常夸张的。像京东从先锋赛回来后，围绕着 1.2A 的答案做了非常多的延展。京东常常会利用野区优势，很快的滚起雪球，但京东在前15分钟的经济差也只是拿到了1100的领先而已。可以说当下就是1.2这套答案的版本。但和 G2 打 LCK 一样，当一种打法肆虐后慢慢的就会出现反制和各种替代。比如从4月下旬开始出现的大量卡牌 pick， 效果都非常卓越，在 LPL 和 LCK 也都拿到了超70%的胜率。而同属性的梦魇也获得了更多的登场空间。但随着第2幕的来临，版本被迫提速进入到了 2.0 时代。虽然 26.9 版本仅仅微调了部分任务，但底层逻辑的修改对于赛场生态来说就是重塑。当然，截止到目前，我其实没有看太出哪个队伍真正给出了 2.0 的答案，当下更像是 1.2 的变量，属于 1.3 这样的水平，而非说 2.0 这样的全面革新。但这很正常，毕竟任何版本那都是要到末期，一般到季后赛甚至决赛才会演变出一个全新的解。所以本期复盘，我们主要就是看趋势是什么，当下底层逻辑的改变是什么呢？简单讲2个字，游走。在过去呢，3C 在任务完成前是会被捆在线上的，因为你补其他路的刀和塔皮，你的点数获取会天然的更慢。比如在第1赛段，微博就有一场利用机器人的换线，在没完成任务前就连续的在上路换线针对纳尔，结果那一场微博在拿到上1塔，把兵杀到0-3的这个基础上，却还是在上路和 ADC 的任务完成速度上落后了接近4分钟。这个案例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任务系统是完全抹除掉换线的了。任务完成慢最大的麻烦就是对手一旦先完成任务开始转线，你没完成的一方没法动，你只能被一直压制，被迫的滚大各种雪球，俗称坐牢。而设计师就是想缓解这一点，设计师想要给被 counter 方一些通过 gank 来缓解的机会，离开自己线上的惩罚，从过去的全时段50%调整成了越末期越少，这样任务快完成时你离开线上也不会有惩罚了。这点是促成当下 1.3 新答案的核心逻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对未来 2.0 答案我认为可能影响更大的底层逻辑修改，那就是被动点数可以存储了。设计师是明确表明，你每在线上待满2分钟就能获得1分钟的游走时间。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辅助的游走成本更低，但实际上我认为真正获利的是中路。中路虽然在新版本失去了快速回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数值提高。说实话，数值虽然高了一点点，但快速回城的战略价值是更高的。但辅助能动，就意味着辅助能更频繁的来帮中路解线，同时中路自己又能够做更多的出击。本身中路的判定就比其他路要多一个伤害来源，多打架就叠得更快，就能更早的拿3级鞋去成为第一个滚雪球的位置。毕竟中路一旦优势，它可以同时兼具打野的带节奏、上路的高等级和下路的高经济。当然，目前主要的伤害来源依旧是下路。LPL 前10分军输出里，只有 K 皇和小奶有2个中路选手，但中路它作为这个游戏滚雪球带动节奏能力最强的点，它的发挥会直接影响到队伍的节奏。虽然赢游戏的核心点你还是得看上路和 AD， 但中路的影响力更大后，它反而会成为最容易拉开差距的一个点位。这也是为什么我特意选了京东打 BLG 这场来作为版本复盘的案例。因为游戏前期的博弈虽然在野区，但打野本质是一条靠中路为轴的路，中路有线和没线对打野来说差距太大了。而京东在新版本下，他们又是战术设计最为连贯、中野进攻锐度最为夸张的队伍，而能够扛住京东的野区进攻3板斧，并且不动声色的从劣势转为优势。可以讲 BLG 的防守运营也绝对有东西。我们都知道 BLG 善于进攻，但这一次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防守。跟着我进入第1把。这把攻防非常精彩，我们既可以通过两边的博弈看版本，也可以看看丹尼这段时间的调教成果。BP 就不聊了，直接进入正题。在下路都是软辅扯头发的情况下，京东上来就是经典野区入侵，段位的发育节奏，这也是俊家皇子的老招牌了。这里皇子2级反野是完全的阳谋，位他还不了手，而勋没有选择从上往下刷，也是考虑到皇子如果是红开2级来反蓝，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因为自家下路这个组合不可能推线推得赢京东，所以勋只能靠2个防守眼来找皇子的动向。而这里俊家也很懂，因为他也不确定勋是蓝开还是红开嘛，所以直接反一组就回防自己的红区。这里勋因为有防守眼，知道亏了一组野，
看过我们之前版本解读就知道，前期如果白白亏一组也是没有办法保证在5分钟那个回合拿到升级惩戒或者到6级的。而更要命的是，由于中下此时没有线权，勋不敢去红区做交换，这打起来被反包就完蛋了嘛。所以勋做了一个挺聪明的策略，就是绕视野去 gank 中路。这里勋没有等到 QCD 完全转好就出来硬打是很正常的，因为已经亏了一组野了。而皇子的位置他只知道是回自家野区，所以勋拖得越久，后续刷野节奏就会越落后。这里想直接击杀有闪有疾跑的瑞兹是不太容易的，他又必须快打，以免夜长梦多嘛。那中路换闪以后，其实就是把伏笔放到魏和兔子6级以后。但后续呢，勋做了一个比较反常规的动线，但又很有巧思，他没有吃完石头后吃红，因为抓中加前期被反了一组，已经让他亏了2次发育节奏了。而下路没线权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任何皇子的信息。如果这里吃完红再去看上河道的河蟹，一旦被皇子抓到那就完蛋。这里他不敢赌皇子到底是不是选择求稳是下河蟹，所以他想着继续 gank 上路去变奏，这样即便自己劣势，但我中上都有优势的话，我还能慢慢找机会。但这个思路打京东会非常费劲，因为现在京东就是一个猛干野区的队伍，他们从滔博手里啃下的那分就是靠着野区入侵直接把天给干爆了。而野区一旦劣势，后面会连续的亏非常多的节奏。可以看到俊家面对勋的处理后，他并没有想着说我去帮线上抓让线上舒服一些，而是我还是入侵。这里虽然红 buff 拼惩俊家没有拼过，但并不影响俊家去控下河蟹的同时再反了第2轮的 F6， 而勋也不可能在下路没线河道没眼的情况下去置换野区，他没有任何信息，只能认亏。在 1.1A 的理解里，那这里勋在5分钟的龙回合就100%到不了6级，也不可能升级惩戒了，所以勋他直接来上路绕视野，看小徐给不给破绽。而小徐这里呢，纪律性很好，没有给任何机会。如果是按老版本的理解，俊家这里应该吃完这组 F6后就直接开龙了，但迭代到 1.1A 我们已经知道这样处理会给对面打野喘息的机会。皇子吃了龙，但未会发育补一口啊，后续如果开始抓下，那京东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去反制，所以俊家做了一个最标准的野区优势处理，我凭借着惩戒优势继续扩大野区对位优势。这里俊家利用大惩戒直接反了勋的蓝区，因为惩戒领先，勋他连拼惩戒的机会都没有。本来这个时间如果魏有6级配合兔子去抓没闪的瑞兹，是有机会打开缺口的，哪怕没龙，但我也有节奏嘛。但俊家的这个决策就让勋完全没有办法抓人了。这里他开龙也是一个稳拿，而标居下路此时也因为打野不在身后，他只能放线挨打，又是被京东下路开大压了波血。假如这里标居下路血掉的再多一点，皇子加瑞兹直接就开车越塔了。只能说 Viper 用丢更多兵的方式没有给到这个机会。防守到这里都还可以，但即便如此，京东的运营和处理，我说实话挑不出毛病。理论上京东能够一直这样滚雪球，可往后的回合开始，标居开启了他们的反击。正常来说，皇子既然选择了反野吃龙，下路也开了大招压血吃塔皮，那么京东的进攻回合已经完了，这里给勋反一组也是能够接受的交换啊。但京东这个队伍的风格其实看多了也了解，他们无限的希望去压榨野区的优势，他们知道勋就差一组野生6，所以他们想摊一个回合。这里俊家吃完龙，想利用自己先6的优势再去打一波小规模碰撞。但这里 BLG 下路出现了一个非常顶级的抢回合，可以注意到此时萨勒芬尼状态其实是相当健康的，镜他也用了大招，欧恩他完全可以不走继续发育，毕竟酸辣粉这个英雄对6级的需求还是很大的。但版本调整里有说嘛，现在你每在线上待够2分钟，就有1分钟的游走时间，而欧恩此时和 Vampire 一样，辅助装的初次升级完成了，而他在这里直接选择了回城，让 Viper 自己抗压，这当然会加大 ADC 的差距，但问题就是下路短期内你不可能有线啊，而此时野区已经烂一半了，如果没有额外的变奏，BLG将一直落后回合，所以欧恩回城补完眼后直接就往上半区靠，这里不但能够帮上野区点防守，也还能够帮中路清线，而要真的打起来，他就是先靠的呀。从这个小动作你就知道 BLG 他对新版本绝对是有研究的。其实京东下路因为有线权，也发现了欧恩的回城，他也打了信号，但京东在这个沟通上并没有把这个信号放在心上，或者说错估了欧恩的速度。这波上路3v3，最终因为欧恩的游走，导致 BLG 拿到了超预期的战果。本来朗姆一个大招控没闪的位基本就是稳杀，结果最后反而掉了闪，还只打了一波2换1。游戏进行到这里，野区对位上俊家还是领先非常多的，就人头他没办法缓解打野弹落后的这个问题，包括欧恩的游走，下路 Viper 也肯定要丢更多的塔皮，亏更多的刀。
但中路 K 皇吃到头，他就有了后续的资本。但到这里其实都还是京东的优势，尤其京东他能够随便控小龙啊，接下来有限的下路和拿到星驰的上路，马上就会开始吃塔皮加速发育的这个流程。但这里 BLG 再次展现了他们的版本阅读，这里 Viper 选择了回城和塞恩进行换线，这并不是这个版本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换线，京东在打滔博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换线处理。京东当时是把没大招的塞恩放去下路，让 EZ 来参加上路的超冲团，这也是利用了惩罚点数减少的这么一个机制。但这里的重点依旧是你不能真的待太久，基本上把一波线推完就要撤退了。这种短期内的换线其实和之前的换线版本完全不是一回事。之前的换线版本为什么要换线？核心是规避前期的弱势期，不让你3-4分钟就开始滚雪球。但现在8分钟开始，虽然可以没惩罚的换线1分钟，但你换线多推完2波线就要回去了，本质是为了抢回合，让下一轮进攻更顺畅。这里可以看到朗姆推完线已经按 B 补装备，而静在没看到塞恩的情况下也选择了回城。京东换线的核心目的，我觉得很大程度还是规避魏的6级 gank， 因为此时辅助在中路帮顶线了，打野在吃潮虫，2条边线处在空虚的状态，那尤其是下路单挂的镜嘛，这会是一个BLG利用魏6级大进攻下半区的回合，所以BLG选择了清线完马上换线。但BLG呢，他居然提前了一步，知道京东想换线，更早的让 EZ 和塞恩换了过去。当京东夺回城的时候 ，EZ 和塞恩已经到位了。这里BLG想的是，我魏6级有大，而京东上野他没大。如果朗姆不换，并且俊家贪自家野怪多一些，晚落位潮虫1点，那么局面就会变成 EZ 推上路朗姆的线，然后能先到，而静一个人被塞恩锁在下路，BLG反而能有一个跟京东碰团战的机会。只是京东他也选择了换线，所以这波看上去是完全的无事发生。但我们能够看到 BLG 也知道了新版本可以换线的这点，并且将换线灵活的运用进了自己的游戏内容里，所以双方这里算是运营博弈了一个回合，谁也没吃亏吧，就相当于炉石里的战士5费叠甲空过了，看着无事发生，但还是有含金量的。而勋虽然前面被对位压制的很厉害，几乎是被俊家无限上嘴脸，但最难熬的部分是熬了过去，起码他策划的小团战能帮助到左手拿到优势，而接下来就是扩大优势。在俊家刷野的时候，勋这里又想着继续从中路开刀，发挥魏6级的优势嘛。其实俊家也点出了勋在上半区的情况，红 Q 的站位也很保守了，只是俊家没料到勋的 gank 这么坚决嘛。就普通的打野在劣势的情况下，其实是不那么会执着于抓人的，所以俊家这里点了石头人，他觉得勋应该吃完石头就回家，结果中路马上被勋抓出了闪。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BLG的策略就是无限往中路倾斜，兔子这样交大招，基本上下一条龙就让掉了，后续他会是BLG的防守回合。但京东这里选择继续进攻野区，继续扩大优势，俊家选择了带队反蓝。从结果来看，这里的问题出在俊家的棋子交的莫名其妙，给了机会，但我们往前看一点，这里俊家的想法是 Q 惩直接抢了蓝，抢完蓝以后再吃这个河蟹，自己的打野任务就做完了，惩戒会再次升级，那之后每组也都会有额外的发育加成。这种情况下，勋还差的这9组就会被拉开的非常多，所以从风险收益的角度，这波 Q 惩戒去反蓝想法还是 OK 的，只是执行拉胯了吧，这个 E 给了机会。但其实我们再从运营的角度来看，这波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京东和下路的沟通串联不够紧密。这波入侵并不是10打9稳的，京东真正的优势回合是在再下一轮。俊家这里如果不入野吃自己的 F6和石头，他也能够保证自己的任务能够做完，后续的小龙团会有绝对的惩戒优势。而嘎啦此前已经下路开大，和BLG下路做了一波交换，并且率先的完成了下路任务。我们从一个保守运营的角度，这里应该让嘎啦马上回去消费任务完成后带来的鞋子退税，把手头1000的经济优势转化为装备，这里肯定有成装了。而在嘎啦回城的时间，BLG是不可能去开这条龙的，因为勋本身惩戒就落后，皇子随便能抢龙，而其次小兔和辅助也没大，就BLG一定是防守的。事实上，这里BLG回来防守野区已经在亏下路线了，所以京东这里的整个进攻的起点它就不够清晰，他只盯着反野这个结果，而没有将执行的细节和任务系统完全的绑定起来，就感觉想法是好的，很多沟通也做了，但执行就是差一口气。因为中间BLG给了不少的变量，它影响了京东的战术进行，就导致京东它越打越变形。就临场运营的细节调整这块，真的京东差了一点点。这里皇子白死，兔子又吃一个头，还把龙给反控了，局势就彻底反转。本来京东还可以利用先完成任务的优势，先推先动先换线，结果野区来来回回拉扯攻防，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收获，还拖到了BLG完成所有的任务。那BLG节奏上就没有落后了，反而因为有人头，兔子它肥肥的呀。后续就是京东中也开始着急了，因为前期设计的所有3板斧全部打完，结果每次都有点小纰漏。那后续就是有优势的左手开始操作带队，这波1打2反杀就是很经典的拿到优势的左手，你越想针对越被玩弄。
后面其实就不用多说了，属于拼操作和肌肉部分。当 BLG 手握优势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进攻有多犀利，那不用我多说。我个人觉得这场京东可惜就可惜在他们离真正的起势老是差一步。实际上在打很多 LPL 强队，什么滔博 AL 时京东这招是很奏效的，对方的打野会非常烦躁，包括勋被反时也露出了很难顶的表情。没办法呀，你只能忍。但真要抠问题，京东它就是各种小细节它不够紧凑，比如打第一条龙的时候，尽可以远程给个 W 补一个助攻，这样就能吃到30点的任务数。那么可能在第2条龙的节点，Gala 就能提前一波兵回家出装。包括像辅助游走的信息沟通、打野位置的沟通，京东不是打得不好，而是面对最近越磨越亮的镖局，你这样的细节就是不够。两边都没有到真正拼团战的部分，而是在版本理解、攻防运营和协同这些上交手。在整个前期，其实真说多拼操作多极限也没有，就是正常的博弈。但镖局就比京东强在他们的协同牺牲都做得很到位。比如勋该认怂我认怂，下路在对线不可能赢的情况下，我该放弃对抗就放弃对抗。镖局比京东更像一个整体，而且在转线运营这块，你别说镖局最近的比赛真有点挑不出毛病。就镖局现在就属于谁都可以打台，谁都可以唱戏的程度。本来之前我还有点担心左手会在新版本不适应，现在看有了丹尼的领导，队友也会牺牲后，他反而有了更大的空间，挺好。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这期可能复盘部分看着比较少，主要还是想借着这段跟大伙聊聊新版本的博弈节点，而关于其他 LPL 和 LCK 队伍的分析，那我们赛事周报再细聊。那我是元魔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